件的现场，37岁的吴宗宪拿着话筒，深情地向身着婚纱的陈孝萱说了一番感人的表白，现场的人马上尖叫起哄。在众人的怂恿下，陈孝萱对着镜头和吴宗宪拥吻。不久，吴宗宪深情款款表白陈孝萱的片段，顿时被各大媒体大肆宣传，刊登在了各大报纸上。正当大家纷纷向这对新晋情侣表示祝贺时，黄安突然站了出来，爆了一个猛料。我也是第一个说他结过婚的人，可是他还否认，不但否认，还骂我是疯狗嘛。原来吴宗宪早在10年前就结婚了，而且还有了4个孩子，引起台湾演艺圈乃至社会上的轩然大波。事件发生后，吴宗宪的绯闻从娱乐新闻演变成一个社会性的大新闻，有媒体甚至指责他是现代陈世美。今天就听桃子来给大家讲述这段轰动全台湾的宗孝人四角恋事件。吴宗宪出道没多久，就多次表示陈孝萱是自己的理想型，而那时的陈孝萱早已和一起拍摄《孽海花》的男主角黄文豪结婚了。作为圈内的新人，吴宗宪根本没有追求女神的资本，陈孝萱也不屑理会吴宗宪的多次示好。后来的吴宗宪凭借第1张专辑《真心换真情》，在1995年获得了年度金奖，又凭借综艺节目《向星撞地球》的外景主持人，在主持界崭露头角。打开知名度之后，各种节目邀约自然随之而来，吴宗宪借此一跃成为知名主持人。而这些年，吴宗宪的心其实一直都惦记着女神陈孝萱，而恰逢此时，有传闻陈孝萱和黄文豪因为平日聚少离多，感情不和。吴宗宪得知消息后，知道机会来了，于是展开猛烈的追求。陈孝萱每天早上打开门，就能看到吴宗宪送来的玫瑰花。吴宗宪每天录完节目，就飞车赶去陈孝萱的剧组，斟茶递水，百般呵护，像男朋友一样在她身边照顾。有一次，陈孝萱在高雄买不到票回台北，打电话告诉了吴宗宪，吴宗宪二话不说，马上包了辆计程车到高雄去接她，这让当时的陈孝萱十分感动。吴宗宪对待陈孝萱是真的用心，他不仅消耗着自己的金钱和人脉给陈孝萱送资源，还帮他解决了困扰很久的合约难题，帮他开拓商演机会，还给他买了一栋豪宅。在这一系列糖衣炮弹的甜蜜进攻下，感动了刚在感情中受挫的陈孝萱，于是他下定决心与黄文豪签订了离婚协议，彻底结束两人之间的感情。2000年正式官宣与吴宗宪在一起。可就在这时，死对头黄安突然站了出来，爆了吴宗宪结婚10年的猛料，而且还有了4个孩子，这可忙坏了台湾的狗仔队。他们马上集结各种蹲点，准备挖出吴宗宪的太太是何许人也。而混迹多年的吴宗宪也先发制人，召开了一个记者会。在记者会上，吴宗宪解释道，我和太太张薇薇在1990年的确摆了酒席结婚，但我们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，所以我现在是以单身的身份追求陈孝萱，我并没有出轨。这番解释惊呆了众人，这逻辑听起来可笑荒诞，但在法律上说得过去。我没结婚啊，所以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之后，迫于舆论压力，吴宗宪和张薇薇登记结婚，而吴宗宪也对外宣布自己是已婚身份。一般到这种情节，渣男都会回归家庭，上演父慈子孝的温馨家庭伦理剧。本以为狗血的剧本写到这里已经完结了，不，他可是绯闻满天飞的吴宗宪呀！你看到的只是故事的开头，正文现在才开始呢。在狗仔队们没日没夜的跟踪下，挖出了另一个女主人，一位叫 Candy 的女孩。这位 Candy 比吴宗宪小15岁，和吴宗宪在一起7年了。在吴宗宪还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，因为女神的爱搭不理，身心寂寞的吴宗宪便借着主持节目的便利，勾搭了来参加超级星期天的 Candy。那年 Candy 才18岁，这个 Candy 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她虽性情火爆，但内心始终比较传统，多年来始终死心塌地的跟着吴宗宪。当吴宗宪追求陈孝萱的举动闹得沸沸扬扬时， Candy 终于坐不住了，醋意大发。 Candy 软硬兼施的想让吴宗宪放弃陈孝萱，只是好不容易得手的女神怎么可能轻易放手？吴宗宪不但不想和陈孝萱分手，
反而有想甩掉原配，扶正陈孝轩的意思，这可急坏了一心想嫁给吴宗宪的 Candy。Candy 见逼宫不行，又转而智取，她想方设法的在公共场合与吴宗宪卿卿我我，引来媒体跟踪，终于如愿的曝光了自己与吴宗宪的私情。听闻后的陈孝轩震怒了，本以为找到了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，谁知自己只是他鱼塘里的一条鱼，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陈孝轩立刻向吴宗宪提出分手，而吴宗宪当然舍不得就这样放弃，于是花样百出的想挽回陈孝轩。为了挽回这段感情，吴宗宪公开在媒体上向陈孝轩表白，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，并且买了一部400多万的保时捷送给他，就连车牌也是陈孝轩的生日1717。但是这些并没有挽回陈孝轩的心，陈孝轩还是执意要分手，而且和吴宗宪分手后，便转身投入吴宗宪好友我猜的制作人詹仁雄的怀抱。据说陈孝轩和吴宗宪交往的这段时间，经常来我猜节目探班，詹仁雄对陈孝轩也是照顾有加，慢慢的就和他熟了起来，和大小 S 也是在那会儿变成好朋友的。和吴宗宪分手后，便和詹仁雄走到一起，这让吴宗宪气到吐血，直言被兄弟带摆了一道，觉得是詹仁雄背叛了自己。宗孝仁事件彻底爆发，连续几周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。事情曝光后，不光造成吴宗宪与詹仁雄矛盾，大小 S 为了力挺好友陈孝轩，决定离开我猜节目组和搭档吴宗宪说再见，而詹仁雄也在不久后被公司老板调走。对爱情和友情双重背叛的吴宗宪，一边伤心一边回到了女友 Candy 的怀中，情场高手就这样结束了和女神的爱情。但好景不长，和 Candy 大概恩爱了1年，吴宗宪花心大萝卜的本性从来没有收敛过，时间一久，矛盾就越积越多，终于有一次矛盾爆发了。2002年，吴宗宪和 Candy 因争吵而大打出手，吴宗宪倒也是个男人，明明打得过 Candy， 却没有还手，结果是被打得满脸是血。事已至此，两人感情破裂，最后以分手告终。事后虽然自己被打得见了彩，但是面对媒体时，吴宗宪极力袒护 Candy， 还声称她是自己这辈子最爱的女人。分手后，吴宗宪为 Candy 买了豪宅，并帮她开了服装店。这波分手后的操作，顿时让桃子明白为什么明明知道吴宗宪是什么人，还是心甘情愿的和他在一起。吴宗宪虽然浪，但他对相处过的每一个女人都是很不错的。等等，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少了点什么？原配呢？他的戏份怎么这么少？经历了这么多绯闻，难道原配张薇薇就没有任何怨言吗？丈夫在外莺莺燕燕，花边不断，但是身为妻子的张薇薇始终未在公开场合说过老公的不是。此后，吴宗宪又先后经历了数段绯闻，始终在情海中浮浮沉沉，将一直为自己默默付出的妻子抛掷在脑后。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吴宗宪对爱情和婚姻有了更为理智通透的感悟，这也致使他逐渐开始意识到家庭的可贵，开始重视背后的亲情，有了浪子回头的迹象。回归家庭后，还先后帮妻子开了火锅店和健身房，借此来弥补之前的过失，甚至还偷偷置办了不少房产，都挂在了妻子的名下。后来的张薇薇不幸患上了乳腺癌，也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，吴宗宪意识到妻子才是自己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人，甚至为了让妻子安心的接受化疗，答应了妻子成为基督徒，并发誓会一生一世守护她，一定会陪她一起共度难关。就像吴宗宪自己曾透露的那样，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但我是个好爸爸。在对待子女方面，吴宗宪也确实尽到为人父亲的责任，从小就给儿女们创造很好的环境，让他们出国留学，培养他们成才，在儿女们的成长过程中也从不缺席。希望在以后的日子中，吴宗宪能继续全心全意的照料打理家庭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背后的家人才是自己最坚实的靠山，才是自己在世间最应该珍惜的宝藏。点赞、订阅并点亮小铃铛，就能每天和桃子一起吃瓜看戏喽！